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伟。上一集说到人体的第二个心脏是小腿嘛，那这集就说说人体的第二个大脑。好，这里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猜猜，什么器官和人的大脑外形是最相似的？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答案是肠道。你猜对了吗？因为肠道的外形和大脑很相似，所以就被称为第二个大脑咯。好了，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等等，开玩笑而已。肠道被称为第二个大脑，当然不只是因为外形相似而已，它的功能肯定也和头脑有关，而且某些方面还不输头脑哦。那我们接着看下去吧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也对各种生活上的小知识或是心理学感兴趣的话，下面有个红色的订阅按钮，麻烦帮我按下去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不会错过每期好玩又有趣的小知识咯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大脑掌控着人体各种重要的资讯，比如记忆、语言、感知、想法、感受等等。但事实上，人的感受与想法也同时被另一个大脑控制着，也就是肠道。大家不要认为肠道只有消化食物的功能哦，它同时有自己的想法和能影响人的喜怒哀乐。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吧。有时当你在饿的时候，是不是会感到心情不好，或是有些抓狂呢？然后当吃下某些你满意的食物后，心情就马上变好了。但这里大家不要误会，并不是因为那些食物好吃或是怎么样，所以才让你心情变好的哦。事实上，大脑主要是通过迷走神经向各个部位发送信号，让它们完成工作。而科学家们发现，在连接肠道与大脑的神经纤维里，有80%到90%的神经是从肠道连接到大脑去。也就是说，是肠道告诉大脑它需要什么，而不是大脑告诉肠道它去做什么。因为肠道本身就有超过5亿个神经元，虽然还比不上大脑中的1000亿个神经元啦，但这数量已经比猫狗脑袋里的神经元相等或是更多了。所以如果你认为猫狗有判断与思考的能力，那肠道也就不用多说了。而且就算把连接大脑的迷走神经切断，肠道依然还能组织和发起自己的消化反应，所以被称为人体的第二个大脑，确实一点也不夸张。那肠道是如何控制人的喜怒哀乐呢？一般而言，控制肠道神经的关键在于肠道内上千种的肠道菌群，这些菌群会产生体内大约50%的多巴胺和大约95%的血清素，另50%的多巴胺和另5%的血清素则由大脑所产生。大家应该都听过，这2种物质会极大的影响人的情绪、快乐、兴奋与幸福感吧。肠道菌群也分为3类，有好菌、中性菌和坏菌。不管哪个菌群都会发送信号到你的大脑，告诉你去选择那些能让它们繁殖成长的食物。也就是说，依赖油脂、蛋白质生存的坏菌会促使你去吃高油、高蛋白质的食物，依赖纤维素的好菌则会让人想多吃蔬菜与水果。而越多的好菌就会产生越多的多巴胺与血清素，进而影响人的情绪与心理健康。但同时也不能失去平衡。所谓平衡就是益菌多，中性菌刚好，坏菌少。也许有人想，把所有坏菌都消灭不是更好吗？ No， 不管是坏菌过多或是坏菌没了，只要一失去这个平衡，不但人体消化出现问题，生理和心理都会出现问题哦。坏菌虽然会制造有害物质，但少量的话就不会造成太大问题，反而少量的时候，坏菌还能抵御一些外来病菌的入侵。所以想要健康就要有平衡的饮食习惯，想要保持快乐的心情，那就适当的吃些提供多巴胺和血清素的食物吧，如低脂酸奶、三文鱼、巧克力、香蕉、番茄等等。所以听一些人说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些巧克力会开心一些，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好了，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在下面按个赞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想要看到更多科学或是心理学小知识，欢迎订阅，也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最新影片啦。我是阿维，那下个影片见。